突然一夜之间私密整形这词儿就火遍中国的感觉。我现在本身已经工作了20年，那个时候患者的比例女性能有1/10，那时候大多数的患者都是男性，尿道下裂的修复是为主的。2000年之后，就诊患者的人数量每年翻倍，现在女性的患者群呢，就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会阴区域呢，真的是医美的最后一个被开发出来的领域，有一半的问诊时间其实是在科普加辟谣。皮肤的门槛，同事问我说：“你今天做什么手术了呀？”我说：“我还是老3样啊，小阴唇整形、阴道紧缩加处女膜。”小阴唇整形手术的数量是最多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改变它的大小和形态。我们第一句问诊就是：“你是因为什么想来做这个手术？”曾经我接诊过一个，就是老公就直接跟他说你这太丑了，你去做个手术吧。那会儿我也挺年轻气盛的，我说凭什么呀？他觉得不好看你就要做吗？女性的外阴其实就和女人的脸是一样的，没有谁和谁长得是完全一样的，长成什么样子的我都不认为你是不正常的，从这个形象焦虑里走出来。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是什么呢？80%以上的女生第一句话会先说难受不舒服，穿这紧身的衣服老磨着我。骑单车的那种运动的时候，我会觉得下面有点不舒服，影响到生活了。在一个正常范围里选择一个尺寸1厘米以上，我们都可以帮你把它修小一些。有一些女性啊，还没生育呢，就跑到门诊来问我说：“我被我男朋友抱怨说我阴道特别的松。”在我们看来，你只有说因为生育损伤了，你才需要我的帮助。但凡不是这个情况，我们一般是不做手术治疗的。给你做手术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改善你自己的生活质量，控尿能力会有明显的增强，你脏器脱垂继续下滑的这个风险会打断在这儿。一个多胎的妈妈，她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漏尿的情况。从原来的就是我的4、5个手指头在里边晃的那种程度，做到了2指到3指之间。但是她非常的不满意，因为她老公说你还是不够紧。但实际上我真的是想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你非要把这个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呢？也有一个姑娘很有意思，发现老公在外面出轨了，跑到这儿来做手术，总想通过和谐的性生活来挽留住老公。复查的时候，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有事你现在挺好的了，如果说你老公还是对你不满意的话，我建议你不妨换一个人试试看啊。等到半年的时候，他说我老公说了不行。我说哦，我说那你换人了吗？他说换了。我说那换完人以后呢？挺好的。我们医院每年处女膜修补的量大概400多例。会不会拒绝说我就不做这个手术？没有办法，你说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处女情节，它不是说通过几年几十年就扭转的。曾经在我的门诊上，夫妻双方2个人同时到我的面前来问诊，孩子都生完了，的老公跟他说，我心里一直有根刺儿，不能接受你曾经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过。然后这个女的就说，我做一个处女膜修补手术，你觉得咱俩这个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凡是要做处女膜修复的，就得聊很长时间。有的姑娘她就是之前被性侵过，就是心理上过不去这个坎，想通过这个手术跟自己的过去做一个告别。但是有一种情况我就不太喜欢做，就是那种妈妈带着姑娘过来做，妈妈觉得她当时就没出血，所以和配偶关系就不是很融洽。我就特别感慨这件事情，如果你以非处女的身份结了婚，好像你带了一个原罪。很多的女生她要说想避免这种无所谓的消耗的话，我就不让你找到我的错处。14年前后，各个民营都开始宣传私密整形了，做得很乱的失败案例接触的越来越多，没有标准，没有规范，谁也不知道这个手术该怎么做，留多少。我们依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把这个事情规范起来。我还是认为我们女性不要说因为其他人的一些要求来对自己的身体做出改变，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而且只属于我们自己。